实海岸线一直在消失，然后比较多的都是人为的开发，然后垃圾的问题，因为人越来越多，所以岛上垃圾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记忆点可能20年前这里是沙滩，可是现在变成停车场，太多的人为的干扰，变成他们压缩到他们生活的空间。海岸再一直开发的话，有可能海龟没有产卵的地方，那以后我们也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它在海里游泳的样子，甚至上岸的样子。我们从募资的时候，有一天海勇的话就带着小琉球一个配仪过来到台北找我，就说：“菜菜，我们的话现在开始有在回收什么样的一些海废的话，可以做什么东西？”那个配仪的话是小琉球那边的当地的人，他也是一个环团人士，他就跟我说：“菜菜，你要不要来小琉球收保特瓶？”然后我就答应他了，就因为一句的答应，所以就觉得去做了，这我觉得是一个承诺的问题。我们的塑胶类瓶太多了，太遍地了，因为体积很大嘛，因为保特瓶的空间有点大，所以都是用开空包一袋一袋送回本岛，所以那个体积会占掉很多空间。对，以前大概都是这种处理的方式，然后因为保特瓶回收价值很低，所以其实要捡的人很少。小琉球县的话，1年的保特瓶量的话，一定超过100万个。那这些保特瓶的话，都是仅是回收完以后的话，它有2个地方，一个是大爱感恩科技在回收，一个是那个乡公所那边的清洁队在回收。所以大家都会是把保特瓶回收完以后，回收到比如说清洁队或者大爱感恩科技，再用一个太空包的话，从船再运回来。FNG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友善回收，在万华那边，在回收的时候，我们发现只能在万华回收。那如果我们想要去做更多的这样回收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找到一个工厂愿意是可以支持我这个想法。那我也跟他们在讨论说，那我这样做的话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机台要再加缴税，因为有电力的问题，还有载重的问题，所以这些的话要不断的一些克服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也是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台车的话，我们打造的话，前后的话2年多的时间。所以有很多人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做，希望这个岛会变得更好的一些行动。因为小琉球真的很小，我们的地方就这样，然后人口密集度这几年因为观光的关系，然后生态保育也算推广的有一点成效，所以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等于也是制造居民的就业机会啦。小琉球呢，其实水跟电都是仰赖着从本岛送过来的，所有很多的生活用品啊、物资啊，其实都是靠着船送到小琉球来。那我们讲，带来的这些东西就会制造出一些人工的垃圾。那这些人工的垃圾呢，最后呢，小琉球没办法处理，它还是要送回本岛去。除了教育宣导以外，对游客的部分，我们就会办净滩活动，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生活减量。我们从看到所有的岛民，那包括游客，他一直会了解说，原来保特瓶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回收分类啊，分类完以后怎么投进去做
需要做清洗分类这个动作的话，那我们透过车的移动，如果不是透过车的移动，你就没办法到所有的点。小琉球有8个村庄，我们把八个村庄都走遍了，把学校都全部走遍了。那在小琉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从这样的话去放大到，比如说到台湾，甚至到全球来讲的话，它可以透过车的移动，就可以到每一个角落去做环境教育。前几年还业者还愿意回收，可是现在慢慢的发现保特瓶越来越没有人要回收，怎么办？岛上的这些保特瓶啊，该何去何从？幸好有这样子一台车子呢，我们讲，让孩子知道，因为我觉得动手做的教育哈，它是比较真实的，他的内心会刻印在他心里面。20年后，他会回到岛上来，寻求岛上工作的时候呢，他能够把小时候建立的这种环保概念呢，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对环境呢能够多一层爱护啊，少一点破坏。我们希望是在从小孩的教育开始做这个环境教育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话是，这次的话在回收的时候有很多阿公阿嬷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投这个保特瓶，然后而且这个保特瓶来讲的话是，他比如说这个阿嬷她第一天拿过来保特瓶是先来了解，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告诉他要去做拆模、拆瓶盖、清洗。第二天这个阿嬷就带了100多个保特瓶过来，而且全部已经把膜拆掉，把瓶盖、把瓶环都分开，清洗干净。那我们在那边做的话，就是1个月的时间的话，其实民众已经习惯说，原来回收的话要去做这几个动作。这样可以减少垃圾了，我这边太多垃圾了。他们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就是体积太大，然后又没有什么效益，所以一般那个回收商他们也不回收。好像有这台车，最近路面就环境很脏。做了碎片以后的话，它的体积会比较小，减少体积以后的话，而且我们把透明跟颜色分开，所以我就会变成从运输来讲的话，我会更节省运输的空间，那更节省碳排。那这样的话，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从回收使用率来讲，我会回收使用率会更高，因为我把透明跟颜色分开的话，透明我就可以去直接做抽杀。只要分类做得好的话，你在后端回收再制，它就会更有利用价值。要绿色。对，哇，你们怎么都那么棒啊！而且你之前好像没有看过这种东西，有的只是让他们利用回收的东西去创作作品，不知道说那个东西出来之后还可以再变成其他的东西，就觉得还蛮酷的。这一次把它回收之后呢，岛上应该是瞬间减少了很多保特瓶，变干净了。然后再来就是要回到减塑，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保特瓶少一点？透过人的行为来去改变。你要在做环保这件事情来讲，可能它也是 ESG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如果说没有人的参与进去来讲，你 ESG 还是在讲一个理论上的东西。这些口号理论的话，有可能有一些人不太能知道它可以做什么。渐渐的，岛上会有这种共鸣的力量一直产生出来。因为小琉球这地方这么大而已，然后我们又是在这边长大的，希望以后的小朋友或是下一代还是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